六祖慧能说，真正有慧根的人，不是天天诵经，而是表现出这三种境界。东禅寺斋堂前，数百僧众围坐诵经，五祖弘忍默默注视着这一幕，眉头微皱。这是一个不识字的卖柴人信步而来，听闻经声后，竟直指本心，道出惊人妙谛。弘忍平退众人，私下询问后，震惊不已。此后，佛门传下一个关于修行的重要秘密，直至今日，引人深思。来南华寺内，晨钟初讲，六祖慧能端坐法座，看着殿下众多前来求法的僧俗二众，晨光透过禅堂的窗棂洒落进来，给这个庄严的场所增添了几分温暖与宁静。自从得到五祖弘忍的衣钵传承，慧能深知修行之道不在表象。他常常想起当年自己在黄梅山上砍柴的日子，虽然不识文字，却因一句应无所住而生起心，而彻底开悟的经历。大师，一位年轻的僧人恭敬地问道，弟子每日诵经念佛，为何总觉得与道相去甚远？六祖慧能凝视着这位求法者，目光慈悲而深邃，如可知经文为何物？年轻僧人答道，经文记载，佛陀教导是我等修行的指南。慧能微微一笑，经文如手指指月，然尔等却执着于手指，忘却了明月。日日诵经，不如一念明心，满腹经纶，不及当下见性。这一番话在禅堂内引起一阵骚动，许多常年苦修的僧人面面相觑，似乎触动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疑惑。慧能继续开示，我当年在黄梅山中不识一字，却能得到五祖印可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修行贵在悟性，不在文字。很多人把功夫用在记诵经文上，却忘了反照自心。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修行者站起身来，那依大师之见，我等日常当如何修行？修行无他，唯在觉照。慧能语气坚定，不在寺院中才是修行，亦不在诵经时才是修行。生活处处是道场，举行动念皆是修行。这时，一位面容清瘦的僧人问道，大师，我等常听闻明心见性之说，却不知从何处下手。六祖目光如炬，尔等日日在寺院中诵经拜佛，可曾想过为何而诵，为何而拜？若只是循例行事，即便诵遍大藏经，也不过是随声附和。堂内一片寂静，众人陷入深深的思考。慧能继续说道，修行之要在于明白自己本具佛性，不假外求。很多人整日寻找佛法，却不知佛法就在自心，犹如捧着如意宝珠到处求宝，岂不可笑？这个比喻让在座的人恍然大悟。确实，他们中不少人都在经文中寻找解脱之道，却忽视了自己的本心。
慧能见众人若有所思，又道：世人往往以为整日念经拜佛就是修行，却不知真正的修行是在日常生活中体现的。搬柴运水，样样是禅；举手投足，无非佛法。一位年轻居士举手问道：大师，既然如此，那诵经念佛还有什么意义？慧能答道：诵经念佛自有其功德，但不可执着于形式。诵经是为明理，念佛是为静心。若能于诵经时了悟经中真意，与念佛时见到自性弥陀，方为真修行。说到这里，六祖的目光变得更加深邃。我常见有人诵经时声声念得清楚，但放下经书后却又迷失自性。这样的修行如何能够见性成佛？堂下有僧人问：那该如何是好？修行贵在真诚。慧能答道：不在表面功夫。有人表面看来很精进，实则内心充满妄想；有人看似懈怠，却时时觉照自心，孰优孰劣，自现分晓。这时一位中年僧人站起来说：弟子在寺院修行多年，每日早课晚课从不间断，但总觉得语道越来越远，不知问题出自何处。六祖看着这位僧人，慈悲地说：你可知道蝴蝶为何能破茧而出？僧人愣住了，请大师开示。蝴蝶若执着于茧的保护，永远也无法展翅高飞。同理，修行人若执着于表象，永远也无法见性成佛。六祖的话语振聋发聩，堂内的氛围变得愈发凝重。每个人都在深深思索着六祖的开示。慧能继续说道：很多人把修行看得太复杂，其实修行贵在简单直接，不需要刻意追求什么，只要时时觉照，处处明心。一位年迈的比丘尼问道：大师，我等该如何保持这种觉照呢？觉照不是强求来的。六祖答道：是自然流露的，就像阳光照耀大地，不用刻意为之。当你真正明白了修行的意义，觉照自然显现。这时有人问：那经典中记载的种种修行方法是否都不重要？六祖摇摇头：非也。经典犹如指路明灯，可以指引方向，但不能执着于灯而忘了路。修行之人，当以经为师，以心印心。随着时间推移，禅堂内的气氛越发深沉。六祖的每一句开示都在击破众人心中的执着。修行如种树，六祖又说，不是埋下种子就完事了，需要日日浇水施肥，更要让它自然生长。强求不得，放逸也不可。有位老修行者问：那该如何把握这个度呢？六祖答道：心若不住，自然明了。所谓不住，就是不执着于任何境界，不执着于修行，不执着于开悟，不执着于得失。这一番话让在座的人都陷入沉思。
确实，他们中很多人都在追求某种境界，反而让自己陷入了另一种执着。慧能看出众人的心思，继续开始。修行最忌讳的就是急功近利，有些人总想快速开悟，却不知道这种想法本身就是障碍。一位年轻行者问，那我们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来修行？无所求，无所得，六祖答道，当下即是本来具足，把心安住在当下，不追逐过去，不期盼未来。堂内有人问，大师，您说修行在于觉照，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践行？慧能说，举手投足间都是修行处，吃饭时好好吃饭，睡觉时好好睡觉，不要心存妄想，不要攀缘外境，这就是最好的修行。可是有人提出疑问，这样简单的事情怎么能算是修行呢？六祖反问，你认为修行一定要很艰难吗？真正的修行就是回归本然，反照本心，复杂的反而不是真实的。这时阳光已经升得老高，透过窗棂洒在六祖的法座前，整个禅堂充满了祥和的气息。六祖看着众人，语重心长地说，修行不是为了成为别人，而是为了成为真实的自己。很多人修行是为了得到什么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执着。一位老修行者说，大师，我等常常听说要放下执着，可是究竟应该如何放下呢？放下不是强求的。六祖答道，当你真正明白一切本空的道理时，执着自然就放下了，就像握紧的拳头，一旦明白没什么好抓的，自然就松开了。有人又问，那我们平时用功时应该注意些什么？六祖说，不要太注意用功，反而要注意放松。很多人用功太过，反而增长了我执。真正的修行是在放松中践行，在自然中明心。这时一阵微风吹进禅堂，带来远处的花香。六祖指着这自然景象说，你们看，风来花香，自然飘散，这就是最好的修行示范。不造作，不勉强，一切随缘而现。众人望着窗外的景色，似乎对修行有了新的理解。六祖继续开始，修行人最大的障碍就是分别心，好坏、得失、是非，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添加的概念。若能泯除分别，当下即是菩提，开悟以后才是真修行，也叫悟后起修。可能会有人问，都开悟了还修什么呢？开悟达到正悟还有一段距离。当你真的开悟以后，你一定清楚你要修什么，并不是去修本心，因为本心本自清净，本自具足，不需要修所谓的明心见性。它解决的是我们的思考境地的问题。因为我们的人生有些迷惑，所以我们活得一塌糊涂，所以我们活得痛苦、焦虑、抑郁。当我们见到了我们的自性，那么这个疑惑就解决了。
相当于我们明白了这个世界的真相，等于我们眼睛睁开了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我们要修什么。开悟的前提是将我们的疑惑通通去除，也就是贪嗔痴慢疑中的疑去掉。当我们开悟以后，就是要将我们的习性改过来，也就是我们贪嗔痴慢的问题。明心见性之后，我们的人生都是建立在我的基础上。我知道这个我是假的，所以我们重塑了一个价值观，人生是以无我为中心的人生价值观。所以这样一来，我们之前有我的这种人生的习气力量还存在，疑惑虽然去掉了，但贪嗔痴慢这些东西都存在，还在起作用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的修是修什么呢？就是把贪嗔痴慢渐渐减少去掉。怎么去修呢？就是觉察观照，用安住在空心上的真心去观察妄心，观察自己每一个起心动念，直到能够保持在本心中如如不动，达到圆满。什么是真心？比如眼前有个杯子，这个杯子在这里一定有生成这个杯子的原因，才会有你看到这个杯子的果。有因必有果，可是有一样东西它是自然而成的，不生不灭，本来就存在，就是我们的自信，也叫本心。而你想去找的这颗心叫做攀缘心。我们之前也说到过，为什么你找不到，可是它却存在。它存在在哪里？其实就在当下，它从没有离开。为什么我们找不到？因为我们被执着妄想的小我给遮住了，就像天上的太阳被乌云遮住了一样，你看不见它，但它就在那里。因为性能起心性，就是它的体，就是它的用。用来干什么呢？就是让六根起作用，所以六根才能够接触六尘，这就是心的作用。所以我们的眼睛能看，耳朵能听，舌头能尝，这些作用都是心的作用。当我们对本心不了解的话，我们很容易被六根或六尘所障碍。你要去修什么？不是去修这些影像，而是去修能看破影像的真相。这就叫开悟。内在能量越高，心灵越通透，越容易开悟。而我们每天却在大量的消耗能量，入不敷出。那怎么样才能节约能量呢？你要安静下来，也就是常说的止。你要让大脑停下来，这就是改造自我的开始。但这并不是不让你思考，不运转了，而是我们要有这个能力让它缓下来，让它慢下来。当你的大脑慢下来，这个耗能的机制也就能缓下来，能量就能节约了。这也是为什么要打坐修止，不仅是减少耗能，而且是聚能。能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，各种神通自然显现，不需要到外面去求。当你的能量和所用能力不匹配的时候，就容易给自己造成巨大耗能，反而出问题。所以我们要向内求，守住自己内心的能量。定力是一个人非常重要的修持。在中国文化有一个词儿叫做由定生慧，
也就是说，一个人的智慧从哪里来？实际上是从定力来。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一定是个有定力的人。反过来讲，如果一个人没有定力，那么他很难有智慧。所以我们这一生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修定。我请大家去回忆你的成长经历，你什么时候有智慧？你什么时候说话比较深刻，比较全面？那么你又在什么时候说话让你后悔，做了让你后悔的事儿，说了让你后悔的话？大家可以想一下。我基本的总结和对这个社会人的观察，一个人只要非常有定力，比较安静的时候，沉静的时候，他说错话，办错事的概率非常低。反过来讲，当他躁动，当他情绪波动的时候，那么他犯错误的概率大大增加了。所以我们把一个人的心可以比作一盆水，那么天上假如说有些月亮和星星，那么我们看这一盆水，当这个水非常安静的时候，叫波平如镜。这个时候大家看水，水面上非常清楚地把月亮给照出来了，对吧？叫水清则月现。那如果是这个水开始晃动，当这个水的波澜兴起的时候，你再看星星和月亮没有了，实际这个水就好比说人的心。当我们的心有定力的时候，就是波平如镜的时候，朗朗乾坤都能在心灵的这个镜子里面央照无余。可是如果我们心波动的时候，比如我愤怒，我生气，我狂喜，我大悲，不管你哪一种情绪起来的时候，都是像大风一样，它吹乱了你心灵的这个心湖，或者说你心灵上就洒满了灰尘。这个时候你在照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恐怕就很难照出世界的本来面目。这个时候就容易说错话和办错事。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强调有定才能生慧，所以这个定力的修持是人生的极其重要的一件事。所有修行的朋友想拥有智慧的话，我劝大家一定要修定。所以我们看古代的人，诸葛亮在诫子书里讲，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。那个宁静其实就是定力。一个真正有定力的人，他的智慧在通达，这叫宁静无以致远，淡泊以明志。实际上淡泊是什么？也是讲的一个人的心不能轻易被别人勾动，这个时候他的志向才会非常坚定。包括曾国藩和王阳明等等，中国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很多人都有打坐的习惯。为什么要静坐呢？实际这个静坐就是在培养定力。所以我建议年轻人一定要注意定力的修持。但是现在我要提醒一下，就我们这个时代诱惑特别多，这个诱惑的多，它经常性的要直接和分散你的定力。比如我看一本书，看得书几十万字，比如哲学是什么，那个时候在图书馆里这种事是常有的，一坐2-3个小时去看。那么现在互联网兴起以后，大家都用手机看的视频都是2-3分钟、4-5分钟，长的10分8分，注意都是短平快的。
急切地要给你答案。大家已经被躁动的，很少有一个沉静的定力，可以1个月、半个月、几十天如一日地去专注一个事。现在比较难，甚至现在就大学里的上课，我请大家观察，为什么我们现在专注听一堂课的时间都比较难，而不断地拿起手机翻过来看呢？实际上是我们的定力被肢解了，而今天肢解我们定力的，除了互联网、手机之外，特别多各种光怪陆离的资讯都在肢解我们的定力。所以当一个时代，一个人的定力被肢解了之后，容易有躁动，容易有戾气，就容易发脾气，各种各样轻易而引发的这种冲突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反思的。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希望有成就的年轻人，希望得到很好发展的年轻人，我请朋友们一定注意定力的修持。那么定，大家知道才能生慧，可是定力前面还有一个字儿，这就是佛学里面讲的叫戒定慧。你如果不能适当的约束自己，你什么都想参与，什么都想看看，那这个时候你的定力它很快就分解掉了。所以说你看戒、定、慧，戒是什么？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所以孔子告诉我们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动。其实就是告诉你那些干扰你的、诱惑你的东西，当你的定力还不足的时候，你真的不要去，因为那些东西它非常干扰你的定力。所以这就是戒。戒就是有些对自己造成干扰的东西，主动地把它屏蔽掉。当做到这一条了，才有定。当大家有定力的时候，就是不为浮云遮望眼，只缘身在最高层。真正有定力的时候，各种干扰不能动摇你的心神的时候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有智慧的人，都能做出正确的认知和决策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红尘炼心，愿你看破假我，明心见性见真我，悟透人生真谛，走出一条光明大道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